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5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拜登政府为什么坚持对台战略模糊，第二个是欧盟立法阻止中资企业并购和投标啊。那么我们先说第一个，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个美国国会和美国的智库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对台战略模糊的政策那么不断的有声音提出来取消这种战略模糊那种战略模糊对美国不利那么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专题来分析现有的美国的对台的战略模糊政策呢，其实是不利于美国协防台湾，因为它无法形成一个有效的战略威慑那么，但是，美国的主要的官员在讨论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不一样。我们先看第一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坎贝尔在昨天在说。美国将继续坚持对台战略模糊，这是维持和平和稳定的最佳途径。坎贝尔在5月4号参加《金融时报》举行的座谈会他是在这个座谈会上表示，如果台海发生两岸冲突那么就不会只局限于狭小的地理范围。坎贝尔说，战火会迅速扩大，并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摧毁全球经济所以坎贝尔表示将继续采取战略模糊的政策。他说两点，第一点，以现在的情况战略模糊提供我们维持和平和稳定的最佳途径。第二，取消战略模糊有着显著的弊端，这是与战略清晰比较之后的这个分析结果。坎贝尔说，中国以为打压香港就没事了，美国和盟友必须点名，如果中国这样对待台湾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样中国才不会误判。坎贝尔提到，就是中美之间确实有热线，但是中国似乎不但爱用，有几次我们打热线电话过去，响了几个小时没人接。坎贝尔说，美国对华政策纳入了奥巴马和川普的元素。他说，我认为每条线路中都含有一些智慧，尽管也有一些矛盾。坎贝尔说了3点，第一，美国对明确的领域感兴趣，中美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展开合作。第二，着眼于团结盟友来抗衡中国，在先进技术领域与中国争夺领先地位。第三，防止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受到攻击这是整个坎贝尔的讲话。坎贝尔的讲话其实有3点，第一点，美国不希望开战这个很重要其实你可以看到，在他的讲话当中，美国不希望发生战争这是美国所有政策的优先考虑的第一点。第二点，在美国的优先秩序当中，那么稳定维持现状是他的核心政策方向他的政策方向，很多人以为中美对抗这么激烈那么美国的政策优先方向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发起攻击但是其实并不是。美国的优先政策方向是维持现状，不发生改变，特别是在台海领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么美国似乎他在考虑台海问题的时候，他要和其他的政策联系起来一起看。这就是从坎贝尔这番讲话里面我们得出的一个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沙利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4月30号就是星期五，上个星期五在阿斯彭研究所举办的一个网上的论坛上说了几点。他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非常直接，而且必须保持稳定、清晰、果断沙利文的讲话主要是3点。第一，
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第二，根据台湾关系法和里根政府对台湾的6项保证，美国继续承诺对台湾的支持，以确保台湾的防御能力。第三，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两岸现状的行为。那么苏利文的清晰的政策是什么？其实就是包括了战略模糊的政策框架，就是说美国对台战略模糊的政策是清晰的，就这个意思啊。苏利文说，增加对台湾的压力是习近平对外政策的核心特征。习近平认为台湾对中国的威望和长期稳定至关重要。沙利文还讲，因此美国需要履行台湾关系法的义务，协助台湾进行自卫，把台湾问题的关注提升到印太层面，并深化美台之间的经济和教育领域的联系。沙利文还讲，我们希望看到两岸关系稳定，反对任何单方面的改变现状。他补充说，美国政府向中国传达了这一点，并向台湾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美国伙伴声明了这一点。那么根据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承认中国的立场，就是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不明确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这是一个中国的政策。沙利文讲，我们有耐心将系统的处理这个问题。他说，华盛顿的目标不是遏制中国，或者是开始一场新的冷战，或者陷入冲突，而是大力竞争，为我们的价值观和普世价值服务。然后这就是这个阿彭斯研究所是美国非常有历史的研究智库啊，那么49年成立。那么坎贝尔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印太事务协调官，他被称之为美国亚洲事务的沙皇，他是一个有决定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啊。那么美国之音访问了一个淡江大学战略所的副教授，叫黄介正。黄介正曾经跟坎贝尔共事。所谓的共事是什么？就是1996年台海这个导弹危机，就是因为这个两国论的，因为两国论的这个提出，那么江泽民就围绕着台海进行这个导弹试射导弹演习那当时坎贝尔是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主管亚太的副的助理部长。那么当时他就在负责这个台海危机这件事情的最前线，所以黄介正他出来解读这个坎贝尔的政策是有它的合理性那么他是这么说，他说，如果台湾方面当时的战略清晰是什么？当时美国的战略清晰，在当时的环境下，美国的战略清晰就是，如果台湾自己惹事儿那么惹事儿呢，惹到大陆了，就是比如说就是搞台独那么美国就不会给予任何的承诺这就是当时的战略信息。那么后来呢，这一次其实真正有影响力的是什么？真正有影响力就是上个星期，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在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他这么说，他说，如果美国明确表明会协防台湾，中国会把这个举动视为破坏区域稳定，而这个举动也会让中国相信美国是要通过各种方式限制或者是这个控制中国的崛起，其中包括运用军事力量。其实我们当时都觉得很奇怪，中国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中国崇拜不管你做什么动作，美国都认为你看一下习近平在1月11号
在这个中央党校的讲话，你就很清楚啊，美国啥都不干，中国都会认为美国在给他制造麻烦，给中国崛起制造麻烦。中国认为美国先天性就会这么干。那黄介正就分析说，如果美国现在明确的表达，当台湾受到武力攻击的时候，就会动用武力来回应啊。那么这对中国而言，等于就是美国会企图破坏现状，或者是美国把台湾当作这个被保护的对象，把台湾从中国中间拉走啊，这就碰到了中国的底线了。那么黄介正说，现在挑明那么如果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美国必然军事行动回应，这件事情对中国大陆来说就等同于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为什么要引用这个黄介正的这番解读？其实呢，黄介正的解读其实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就是现在的拜登政府，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们分析的是从两个角度分析，一个角度叫战略模糊，一个角度在战略清晰。战略模糊啊，对美国有利啊，因为美国可以保持这个战略上的灵活性啊，不会被绑定，不会被两岸关系绑定，所以对美国是有利。那么对台湾最不利，因为什么？因为台湾就等于是叫裸承诺，就是没有人承诺它的安全，它只是虽然有保证，但是一到具体问题上，这个承诺就不存在了，等于这个承诺就是戴了一个大帽子，但这个帽子晃了晃荡会掉下来，为什么？它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在头上，所以它在头上顶了一个巨大的帽子而已。所以台湾是最不利的，对中国呢好忧参半。好忧参半是什么？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它可以直接威胁台湾，因为你没有具体承诺，它可以武力威胁台湾。不好的是什么？不好的是他不知道美国的反应是什么，这是不确定。就是说，他真的对台动武的话，他也不知道美军会什么反应，所以他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对美国来说，唯一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他所谓的战略威慑起不到作用。那么在现在以前，美国不在乎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军事优势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所以巨大的军事优势，然后呢就够了啊，对美国来说就够了啊。所以呢，我们现在黄介正其实是把拜登政府他的心里的想法是讲出来，就是说，当你发生了战略清晰的时候，战略清晰的好处很明显。第一个，台湾内部团结容易实现；第二个，美国能够使用它的战略威慑，那么对中国是最不利。战略清晰对中国最不利，因为他知道明确的知道后果是什么，而当他明确知道后果的时候，他采取这个行动的风险就很大，因为别人已经告诉你了，你要是做这个动作，我就会打你。那你再去做这个动作，大家都知道，哦，那你是活该，因为已经告诉你了，所以它的风险是很大。那么，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黄介正解释的。黄介正解释什么？其实战略模糊也罢，战略清晰也罢，最大的风险并不来自于这两个形态本身，而来自于由这个形态变成这个形态的转变过程，风险最大。这个道理就清楚了。就如果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是什么呢？就是当发生由战略模糊转变为战略清晰的时候，中国就认为你已经碰到我的底线。这个转变本身带来的风险，其实拜登政府讲来讲去就是这个政策转变的战略风险。对拜登政府来说，
他最担心的是什么？他最担心的是两个政策转变过程中带来的风险，而且对拜登政府来说，维持现状是他所有政策的核心，他要维持现状，他不希望有改变带来风险。那我今天为什么会晚了一点晚了一点的原因刚才网友已经在聊天室已经批评我了我接受批评迟到会是个习惯，我们要改变这个。我今天呢，我就看了一篇非常长的文章，那么这是刊登在外交杂志上面 ，Foreign Affair 就是外交杂志，就是外交杂志基本上是外交杂志是美国智库叫美国外交协会主办的一个杂志这基本上是美国外交事务或者美国国际事务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杂志了那基本上。他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乔治华盛顿大学这个政治学和国际事务的教授叫 Charles Glaser 的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叫华盛顿正在回避关于台湾和中国的棘手问题。这篇文章很长它其实讲的是什么呢？它其实就在讲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说，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现在政策制定者其实就是白宫就是拜登政府。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现在最受到的局限或者是受到的约束是什么？这篇文章其实写的不错他这么说，他说。我大概的讲一下就其实这篇文章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他们的心思是什么？他这么说，他说在中国问题上，美国政策制定者几乎达成了共识，什么呢？中国的威胁比10年前看上去更大，所以现在必须制定越来越有竞争力的政策来应对。那么争论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如何提高美国的可信度这主要是针对盟友，然后美国的盟友在平衡中国方面发挥什么作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否有可能削弱北京的经济胁迫？大家一直不知道什么叫经济胁迫有几个人都问我什么叫经济胁迫，为什么美国政府经常用经济胁迫这件事情？什么叫经济胁迫？中国有个巨大的市场这是一个条件，这就是一个砝码。那么在这个巨大的市场的诱惑之下，很多跨国企业要去中国做生意，美国也好，欧盟也好，包括印度也好，日本也好，包括其他国家也好，他们想去中国做生意，美国就拿这件事情来胁迫其他国家，你要让你的企业来我这里做生意，可以，你得听我的，这件事情上你得听我的，这件事情上你听，你要否则的话，我就把你的企业赶走。大概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大方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中国其实利用它的国内市场做了很多这种级别的事情，这就叫经济胁迫那么但是这篇文章说那么最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了，什么问题？这篇文章的核心是什么？这篇文章的核心是美国是否需要减少在东亚的承诺，降低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他什么意思呢？他这么说，他说每当全球力量平衡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哪些承诺需要保留，哪些承诺需要削减的问题。什么意思呢？说一个崛起的大国，它可以实现以前无法实现的目标，并且部署一些新的目标，而衰落的大国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你原来承诺的成本越来越高，或者是你原来承诺的风险越来越大，而且难以维持的问题
然后他说，现在中国跟美国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姑且不论他这个判断对不对啊，我们先讲讲，沿着这个逻辑去看看美国人是怎么想啊，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说，中国已经获得了几十年前远远超过几十年前的能力范围的军事能力啊，他已经建立了反介入这个区域封锁，就是 A2AD 这个能力，阻止美国军队在中国领土附近活动啊。那么，所以他现在有合理的前景，在争夺这个台湾战争的当中取得胜利啊。他说他这个，他有这样的预期啊，并且正在获得维持在南中国海维持海军力量的能力啊。那么与此同时，中国的领导人变得更加的挑衅，并且非常清楚地表明，与台湾的统一是一个急迫的目标。中国的军事能力就军事能力降低了美国的威慑能力啊。那么日益激烈的海上争端提高了发生事故的风险，因此一个可怕的前景变得可能性越来越高。什么前景？中美之间发生一场战争啊！这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的背景，或者是一个前提啊。然后他们就说啊，他说，关于中国政策的辩论只认识到衰退逻辑的一半啊。那么，随着中国能力的提高，中国将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的承诺。美国的承诺包括什么？包括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包括对韩国的安全承诺，包括对日本的安全承诺，这都是东亚的承诺啊。那么他们忘记了，等式的第二部分，对于衰退的大国来说，最好的选择可能是削减它的承诺。那么在东亚，这就意味着放开台湾啊，并接受美国不再是这个地区的主导力量的事实。这是艰难的选择，但维持现状也是一个选择，而且是越来越危险的选择。这就是整篇文章。这整篇文章其实在讲什么？讲台湾的价值。他分析在台湾的价值，就是说，他在比较什么呢？比较这个台湾的价值是什么？当然，首先在东亚，美国的战略利益层面，第一是什么？第一是日本跟韩国，他是这么认为啊，但是第一是日本跟韩国，第二是什么？第二其实是南海，而不是台湾。台湾在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来说，第一是日本跟韩国，第二是南海，其次才是台湾。这是这篇文章的看法。当然我不同意啊，所以呢，他其实，他说，把这些战略利益进行排序，他说整个美国应该再把整个东亚的战略利益排序。那么随着中国的这个实力的上升，美国的相对实力在下降。他说衰退的帝国，当然美国不是衰退的帝国。那么相对于美国的力量在下降的话，美国应该放弃首先对整个东亚的战略利益进行排序。那么有一个不太吸引的选择是什么？就是单方面放弃美国的承诺啊。他是在做这个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选择。为什么？目的是什么？目的是降低与中国发生重大战争的风险啊。这是核心目的，因为你维持它原有的承诺的
代价和风险越来越大。那美国要降低这种风险怎么办？美国降低这个风险的做法就是放弃一部分低价值的战略承诺。那么低价值的战略承诺在他的心目当中，台湾是其中一个啊。那么其实文章他并不是完全支持说放弃对台湾的承诺，他说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维持现状。那维持现状但是他认为维持现状是一个风险越来越大的这个决策啊。那么在现在正是美国正在做的事情。但是你可以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2点。第一点，在美国在这个作者的心目当中啊，像台湾的这个战略地位并没有那么高，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得多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我们没有看到的这个图画啊。因为他认为在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当中，台湾跟日本跟韩国是第一位，然后其次是南海，台湾其实是排在第3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的拜登政府他所有的我们在观察他所有的政策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反映了这篇文章的一个取向。是什么取向？维持现状，维持台海现状是美国政策的核心。所以我们在分析，我们在判断美国对台政策或者美国的两岸政策的时候，我们要把什么呢？要把维持台海现状作为一个核心主轴来进行分析和判断，我们才能够判断出来美国下一步会怎么走。那么美国怎么走，才会看到两岸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美国为什么继续保持战略模糊。美国继续保持战略模糊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对他来说，他认为维持现状是第一战略目标。这就是今天的主题啊。好，那我们下面就进入第二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快一点啊。欧盟执委会今天会建议立法，阻止获得政府补贴的外国企业并购欧洲企业，或者是参与欧盟的公开投标。尽管这个建议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这个文件的注脚和说明都提到了中国显然这个政策显然是针对中资企业来制定。那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欧盟的国家担心中资企业在官方的主导之下，利用政府补贴来并购欧洲的这个尖端企业打击欧洲的竞争者。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那个库卡的并购案美的2016年准备去并购德国的机器人大厂叫库卡然后就是后来引起很大的反响。那么据说这个并购，这个反对得到政府补贴的外国企业并购和这个参与欧盟的投标的这个草案，这个立法的理由是这么说的，说外国企业获得政府补贴并购欧盟企业，将会破坏公平竞争的例子越来越多，有扭曲市场的风险。那么德国反垄断委员会去年7月发表的报告也要求欧盟制定严格的规范，反制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控。欧盟现在27个成员国当中，目前有18个国家通过他们的国内立法限制外资并购能源、高科技等企业。那么新的这个欧盟这个法案
针对是外国政府补贴，将这个审查机制和这个18个国家的这个审查机制相辅相成啊。不过欧盟的这个立法程序，是蛮漫长啊，其实没有那么快能够见到。它首先要由执委会，就是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提出法案，然后经过欧洲议会，它要经过上议院跟下议院。上议院是什么？上议院叫欧洲理事会，下议院就是欧洲议会，同时批准，就是过2个才能够生效啊。那么这个进程可能要搞几年时间。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值得出来讲？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这个法案本身，这个法案当然很重要，但是它还是要过1-2年时间才能够实现，而是欧盟的态度其实开始发生变化。就是说，去年12月31号，中欧之间达成了中欧投资协定，那个时候中国跟欧盟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的前景非常的明朗，而且双方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强化双方的这种经贸关系。美国一直在反对中欧投资协定，那么欧洲其实是想通过中欧投资协定获得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机会，同时呢，也通过这个协定呢来给美国一些颜色看看啊。那么中国就毫无疑问是要通过中欧投资协定来拉拢欧盟，对欧盟形成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牵制，让美国持续的这个对抗，中美对抗，实际上美国是要拉欧盟的作为一个伙伴来和中国对抗衡。那么中国的这个先走一步，其实是有战略优势的。但是你看，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讲到，欧盟执委会已经停止推动这个中欧投资协定的审核的进程，也就是说，现在中欧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非常重大的改变，也就是现在的政治气氛不利于推动这件事情过不去，等于就是。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件新的这个立法反映什么？反映了欧盟在和中国的关系当中不断的在调整它的位置。那么下一个阶段，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伦敦举行的这个G7，就是7国集团的外交部长会议、外长会议期间，有一个泄露出来的文件，就是欧盟要谴责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这个做法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欧盟的立场越来越强硬，越来越强硬。那我们今天这个新闻也是再次证实了欧盟现在的这个政治的转向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那现在很多大陆的网友放完假回来了啊，回来了开始收拾心情要上班了啊。那么先明谢一下，果喷色，谢谢啊 ，John Snow， 谢谢。提问：美国的政策清晰，才能更有效的对大陆进行遏制。在大陆准备红旗插遍全球的情况下，美国也联合自己的盟友，联合制裁中共。中共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冷战不可避免。为什么美国不让台湾重返世界？这样才能够让台湾政府更能发挥对大陆的政治压力，迫使大陆对世界的判断出现重大错误，导致中共内部的瓦解。我相信有2点是美国政府现在正在做的。第一点就是不断的提高和台湾之间的这种在一个中国政策下的往来啊，这个是
美国政府在推动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让美国跟台湾之间的这种实质性的关系不断的强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推动台湾走向国际舞台这个是两件事情都在做，但是也不可能那么快，有些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不可能今天提出个政策，明天就见效了，需要一个进程，这是没有疑问这是没有疑问。我们刚才讲所谓的战略模糊，就是具体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就是台湾关系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里根政府对台湾的六项保证，核心就是这两点。其实这些已经涵盖了所有领域，包括军事领域，只不过他不说什么呢？如果大陆武力犯台，那么美军是不是会出动？他不说他只是不说这个，这就是所谓的战略模糊。战略模糊并不会伤害美国的对台承诺，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观点。美国以前的借口是怕激怒北京，现在的借口是怕中国认为美国是在遏制中国崛起。观点，美国还是误判，战略清晰会让两岸关系和平的成本更低，也更能防止两岸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归根到底是美国依然对中国抱有过大的恐惧，这需要时间来认清现实。我一点都不觉得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会有误判，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还是觉得当然美国官员出来讲话呢有两点。第一点，为他的政策护航，因为他需要说服美国人民接受他们的政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是每句话都是他真想说的他为了这个政策护航，他认为这个政策对美国最有利，那么他就选择这个。那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我们会有制定不同的政策。如果你做过管理者，你就知道，有些政策呢是非常有效的政策。我要解决某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我通常会制定一个非常有效的政策。你比如说，这个同事做事很慢，这个同事做事很快。好，这个做事很慢的同事呢，流程跑到他这里呢变成了瓶颈他就令整个的流程变慢了，它是一个瓶颈。那怎么办？最有效的政策是什么？最有效的政策就是把它换掉，换另外一个做得快的人去做，那这整个的瓶颈就没有了，就会非常的顺畅。我们叫这种政策叫什么？这叫有效的政策这是有效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制定一个有利的政策，有利的政策不一定那么有效解决问题，但是它能解决一定程度解决问题，而不会让其他的问题恶化。因为什么？因为大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就算是比尔盖茨这么有钱，他的资金也是有限的，他也是十个杯子10个盖，甚至10个杯子9个盖。但所有的人，因为当你有10个盖的时候，你就会搞12个杯子去了，所以所有人的资源都是有限。所以当然你说我把一个最快的人换到这个位置上面去，你当然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另外一个环节可能会变成瓶颈，因为你快的人就这么多，那你可能会是什么？你可能会让另外一个也没那么快的人去帮助他，但是还是和那个最快的人比还是慢一点，但是我没那么快的人我是比较多的，那我就选一个人去帮助他，把这个速度提高，但是又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可能对整个系统是有利的。所以我们会制定一些有效的政策，也会制定一些有利的政策，
甚至制定一些看上去没有任何意义的政策，可是这些政策可能是去做一些其他政策的庄脚，都是有可能。但是作为一个官员，他不可能上来告诉大家啊，这个我们不能够全搞定，我们只能搞一部分。他不是的，他必须对每一个政策提供足够的理据和论述，而这些理据和论述有的时候就是胡说八道，就是胡说八道啊。所以其他的可能性，误判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我觉得美国对中国的军事能力的误判的可能性很小。为什么？这至关重要啊！这至关重要啊！这个怎么误判？这是不可能误判啊！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启，也就是当时英国张伯伦政府对德国纳粹政府绥靖政策的肯定。当时的英国政府也很乐观地认为，英国带来200年的和平，所以对独裁政府的绥靖只能是无效，只能用更大的武装压力以及可见的武装胜利，才能让独裁政府放弃武力统一的幻想。当然，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一些战略上的错误，或者是判断上的错误，很容易啊，非常的容易。但是你身处当时的场景的时候，并不那么容易判断啊。你要知道，张伯伦没有勾结希特勒，对不对？你怎么可能？你说我们现在没有证据显示张伯伦是勾结的希特勒吧？所以他也是为了英国的利益去做他的工作，但是他会有一些战略的误判，但不完全是战略误判，或者是绥靖政策。绥靖政策可以去讲他、批评他的一个战略误判，但是你觉得仅仅是绥靖政策吗？我觉得也不是，哪有那么简单啊？大家知道你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的，只有你自己知道。那外人来判断你的意图，判断你的想法，都是猜测，不知道的。这就为什么下棋很困难，原因就在这里，你不知道他的意图，你只能分析，但有可能分析对，有可能分析错。观点：台湾与大陆没有和平谈判，也就是说，大陆与台湾还处于战争状态，如同朝鲜与韩国一样，所以台湾的所谓独立是不存在。观点：当美国政府把他的假想敌说得很厉害，威胁很大的时候，不代表美国很怕对方，而是他们准备要跟国会要更多的军事预算，这是有可能的啊。观点：面对战略模糊，蔡政府目前应对的很不错，不挑衅，不造进，只要继续目前的战狼外交，时间对台湾有利。等拜登组团成功，打怪的时间就到了。提问：欧盟对华态度的清晰和手段的落实，是对中国试图利用欧盟对冲美中关系努力的打击，会让中国在国际政经角逐中更加孤立，这会让中国在处理中俄关系、中朝关系上做新的转变，以此巩固现有的联盟。妈，你都讲完了，还妈什么？把妈去掉。观点：我不是很意外，美国会继续战略模糊，但感到愤怒。美国每次战略模糊一次，就是强化国民党的论调，美国不会支援台湾。国民党人现在不断的嘲笑民进党政府随时会被美国卖掉。如果美国继续战略模糊，我很害怕最后国民党再进行一次2018式的反扑。我们是要第一线直面中国的国家。但美国持续战略模糊下，我们很难说服同胞去打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台湾的整合会很困难，非常正确。我也很愤怒。我不是愤怒美国的战略模糊，我愤怒的是国民党啊，国民党的道德
道德水平已经低到地板以下了啊，所以国民党我觉得国民党怎么说呢？我不说了，大家知道我想说什么。提问：目前全世界的国家除了台湾以外都缺晶片，尤其是车用晶片。昨天美国的商务部长说，美国应该要敦促台湾优先供应车用晶片给美国。我很好奇，为什么是用敦促这样的用词？请王先生评析。敦促就是给一点压力嘛，但是也没有什么好敦促的，因为你可以看一下台积电的订单，你知道很多订单别已经早就下了定金的了，签了合同的，你怎么不供应？你说你自己车厂不下订单，对吧？我这订单已经排到明年年中了，你说你要加塞进去，怎么加塞？我所有的合同都签好的，我给你看就是了。你说我不支持你，我是想支持你，我支持不了啊，你自己误判。其实车用芯片，台湾叫晶片，是这些车厂自己的误判。这些车厂觉得，哎呀，今年经济不好，没那么多车吧，就没订那么多晶片，他就没下定，或者是他下的单子比较少，所以他为什么不够？不够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其实结果车子需求啪一下上去，他根本扛不住，是这个问题。你敦促，当然，我说我有，你比如说上次那个谁，不是停掉了一个叫什么这个超算大陆超算的订单给取消，大陆超算订单一取消，其实也不多，就2万多啊。马上台积电说，我马上就把这个汽车用的芯片给顶上，但也没有多少，所以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不是车用晶片短缺的问题，所有的大家知道，所有的电子产品都要用芯片，这是电子业发展的前提。所以芯片相对于电子产品来说，它基本上就是心脏。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有无解，就等明年吧。今年是全世界都会紧张的了啊。提问：王老师能分析一下台海危机对台积电和股票的影响吗？台海危机当然对台积电有影响，但是台积电现在做的对冲是什么？去亚利桑那建6座芯片厂，这是台积电做的事情。它应该是投资625亿美元建6座芯片厂，之前说是要投1000亿美元扩大它的产能啊。现在的情况就是，而且台积电和三星之间的差距开始拉大啊，三星的这个量产的能力跟比不上台积电的能力，台积电能力超强，所以现在台积电慢慢的正在成为一个寡头，芯片的寡头啊。提问：按照节目中提到的观点，是否能够套用之前王先生的观点，高估了中共的能力，低估了中共的决心？基本上是这样。我认为是美国在误判，就是说美国误判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啊。我认为你就算打台湾这件事情，中国在动这个心思啊，我不觉得他在动这个就是具体的在做这个动作，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的实力啊，他有这个心思，这个我相信啊，中共有这个心思打台湾，这个我相信，但是中共有没有心思跟美国发生一场直接的军事冲突，我不相信。中国的传统智慧是什么？中国的传统智慧就是4个字：欺软怕硬。中国的传统智慧就是欺软怕硬。中国传统智慧的第2步是什么？精准的知道发现谁软谁硬，这个他还是清楚的。所以在欺软怕硬这件事情是中国传统智慧，而且精准的发现谁软谁硬，他很清楚。
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台湾是软，美国是硬，所以欺软怕硬，然后他很精准的知道谁软谁硬。所以你说中国有心思跟美国发生一场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啊。观点习的东升西降的思维有一种可能是参考了秦朝的历史，秦的国力在当时并非最强，国民的普遍也比较贫穷，但是因为绝对的统治和暴力，以及各国的不团结，秦依然可以并吞六国。我不知道，但是你说的是这是事实，秦国绝对不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情况，张伯伦的政策只是最终体现为绥靖的效果，但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的放纵德国，他不得不在一战后国内反战的压力下，尽量的拖延时间。很少有人知道，英国军力的重整其实是张伯伦完成的，非常正确，非常正确。提问：从美日关系和未来的美韩关系最新演变的角度看，王先生对日韩台的关系发展有何预期？日韩台的关系，日本跟台湾的关系本来就非常的密切，这没有疑问。那么台湾跟韩国的关系也很密切，为什么？因为台湾的电子业跟韩国的电子业，他们之间的关联度是非常高的，他们有高度的产业链接。但至于其他的关系，你知道韩国那么怕大陆，他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也不会走得那么近，他会对大陆是有忌惮的，所以台湾跟韩国的关系就不如台湾跟日本的关系来的那么密切啊。未来的发展核心的并不是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而是看美国在当地在这个区域采取的什么策略，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所以现在美国是首先要解决的是日本跟韩国的关系。日本跟韩国关系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中国。韩国跟日本呢一直在搞点事情，是韩国在搞事情，搞点事情，让两方的关系没那么好，不想那么好。原因是什么？这是做给中国看啊。提问：台积电的寡头情况并不是一个好事，只有一个产业的均衡发展，才能使一个行业更好的发展。请问王老师，美国会因为这个问题对台积电进行分拆吗？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啊。我是说，寡头是什么意思呢？寡头不是说他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当然他领先是没有疑问。现在台积电大概超过51%的市场份额啊，我们讲的先进制程。那台积电正在把这个三星的距离拉开啊，但是三星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供应商，还有包括什么 Intel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供应商，他们一点都不差，只不过我是说台积电走得更快。你说分拆，美国没有权利分拆，这是个台湾企业，又不是美国企业，所以他没有权利分拆这件事啊。那么台积电跑到美国开厂，也是美国希望他去做的事情，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啊？提问：今天澎湃新闻报道，美国去年生育率下降，较前年跌幅为4%，年度跌幅为近50年最大。请问王先生，此时报道美国生育率下跌的问题，是否为中国2020年人口普查报告做铺垫？不知道啊，也有这个效果吧。其实不是仅仅美国下跌，都在下跌。其实生育率都在下跌，为什么？这是一个人口的发展的规律。就当你进入一个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出生率都会下跌。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美国可以用移民来弥补，中国没有办法啊。观点：中国大陆对台湾的野心不会因为 CCP 的倒台而消失，大一统的扭曲心态
究其根本是在教育上的问题，这个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去改变，不需要几代人，1代人就够了。你看看台湾就知道，没有洗脑这个东西，谎言这个东西呢，谎言这个东西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效的，当它在离开了这个时空的话，那就无效。无效以谎言为基础的观念就会崩溃。对啊，提问：今年仍然有超过20家中国企业赴美 IPO， 考虑到美中法律矛盾所产生的退市风险，请问王老师，这个行为是投资人抓紧时间上市退出，还是赌法律上有转机？赌法律上有转机，这可能性不存在。那么抓紧时间上市退出，我不知道，这个他的猜测别人的意图不大好猜测。但是华尔街抓紧这个最后的时间窗口，去赚点钱，这个没有意外，对吧？啊，观点：美国和中国都是核武大国，美国不愿意和中国直接发生战争，希望以代理人和中国对仗。日本是最有能力和中国对抗，却没有绝对的胜算，所以加上韩国跟台湾就比较有胜算。美国出卖台湾就能避免和中国直接军事冲突，中国却一直强调中美终将一战，让拜登政府裹足不前。不同意。提问：欧洲药监会已经开始审核中国的科兴疫苗了，同时最近有几个欧盟国家暂停强生疫苗，原因也是血栓。请问王老师，在这种中欧关系下，科兴疫苗能够通过吗？我不知道，科兴能不能过，对于这个欧洲药监局来说，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它到底它的数据能不能审核通过的问题。那么中间有没有政治因素？有政治因素，开始就是政治因素，但是开始了，中间的过程，政治因素就没有用了。为什么？人命最重要，所以能不能过，要看他自己提供的这个报告和数据，到底能不能够说服欧洲药监局啊？情况坐标上海，上海本轮房价上涨50%左右。房租也上涨50%左右，郊区一个普通的单间也要2500到3000每个月，最低工资2480，平均工资9580，公司还在变相的降薪，上海的年轻面孔越来越少。OK， 情绪：女儿4年级，4次活动的主体都是红色洗脑内容，我都不知道这个党在到底想什么，毒害下一代的手伸得太长了。提问：希望王先生讲一下香港金融地位的走向，有没有可能沦为1线城市？现在还有点远吧。还没有到那一步吧。可能性什么可能性都有。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讲的，悲观的话，我们之前都讲过了啊。我一点都不享受讲这个话题。因为什么？因为这实在是太难过了。如果你想知道，你就具体的问你到底想知道什么，我们具体的提问，好不好？观点：台积电创办人讲过，台积电最大的对手永远是三星，这一点不会因为目前台积电制程目前的领先就改变。相反，台积电只要不能够保持先进制程的研发领先，就会被三星这个600磅大猩猩消灭。看三星用比较落后的制程良率还能吃下高通的大订单，就可以知道这话并非毫无道理，非常正确。观点：西方世界在大国博弈里没有如中华秩序那样多的思想包袱，所以务实的抛弃与决策并不少见。比如曾经的大英帝国，但对中共退让只是会换来更多的羽求咄逼人，而对其他的东欧盟友来说，妥协或退让一部分的承诺，
反而会让台面上的其他盟友更为不安。同意。如果那篇文章其实它是一个分析啊，它并不是，它是把这个图画展示给大家看，告诉你这样做后果是什么，这样做后果是什么，这样做后果是什么，这是一个论文啊，或者是一个政策分析。那当然，政策制定者他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他的政策取向。但是毫无疑问，美国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我认为美国现在核心的问题就是怎么取信于你的盟友啊，这个很重要。既然你之前做过，你上来说美国优先，结果把兄弟们都甩到屋子外头去了，你现在怎么保证让大家相信你不会再做同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如果美国继续降低他在东亚的承诺的话，我觉得他就没办法把他的盟友团结在自己的身边。我认为这是目前美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情况，台积电的订单目前都需要6个月的 lead time，OK，是这样的吗？所以现在的情况你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解决芯片的短缺问题，因为你要盖一个芯片厂是需要2到3年时间才会有东西出来，那你现在去干哪来得及，对吗？提问：中共的洗脑手段在现代网络环境下会不会过时？现在很多人都没有文革那个时候那么傻，现在的洗脑形式没有多少进步，只是媒体的变化比较大，那么效果如何？进步很大，只是你没有看到啊。那以前洗脑，那就是其实他洗脑的基本的模式是没有改变，三段论又是三段论。第一个，控制信息源，让你得到的信息只有来自于他的媒体的信息，去控制信息源，所以它的强越垒越高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控制信息源，让你只能接受到他发出的信息，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控制什么呢？控制对这个信息的解读、判断。就算这条新闻对我不利，我找个人去解读一下，对我有利了。啊，就是就是控制这种解读权。啊，这个解读或者是控制一个判定的权利，这是第二个。就是第一个控制信息，第二个控制解读，第三个什么？第三个维持一个净化的空间，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媒体能够进来，净化，不断的重复，然后在这个空间当中不断的重复这个单一的信息，你看到的永远是这个，就后面体现的意思就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我们是好的，第二句话他们是坏的。所有你把中共洗脑的新闻、洗脑的信息，最后把这两句话写上去，能够自洽，就是洗脑的，就这样啊。所以，那你可以看它进步了没有？进步啦！你看看抖音，抖音就是进步的成果啊。你看过以前啊，人民日报、新华社它的这个手段，和现在的网页完全不一样啊。你看现在的这个抖音，你现在看这个头条新闻，头条新闻它都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向你推送新闻了，它进步很大，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真的。中共在这方面的投入超出你的想象啊。观点：中共洗脑的作用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我在加拿大的很多中国移民的朋友到现在还认为武汉肺炎是从美国来，是非常的厉害。其实这一点洗脑他们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个工作，他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超出你的想象。他不是说今天高兴搞一下，明天高兴不搞一下，不高兴没有这回事。他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那你说它影响力有多大？它不会失效，它
你说过时，我觉得它与时俱进的速度非常的高。好，鸣谢魏唐，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